一盒鳗鱼饭可以在日本卖到天价，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贵啊？据说是因为日本鳗快灭绝了，但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噔噔，鳗鱼饭作为日本很早以前的一种传统美食，我突然开始好奇它最老的店还在吗？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到了这家店，果然又是那种开了100多年的店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好恐怖！我操，这个棕褐色，删闻一下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，事与不讲嘛，我们开始吧。哇，我们目前找到的是1910年开业的，虽然我猜在整个日本应该还会有更老的，但这家112年历史的店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。它在江户川桥的附近，又是一家躲在钢铁森林里面的老店呢。日本这种带庭院的店都很贵。这是一个特别老旧的木造房子，我就害怕他们木板下面藏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哦，死贵呢！他们家这个菜单上面的照片是100多年前开业的时候拍的。不要想那么多，开始吃饭。小菜是个豆腐，上面点缀了一点姜丝，果然有钱人都喜欢吃豆腐呢，非常没劲。不跑的。第一个前菜是个小3拼鱼板鲷鱼毛豆，怎么感觉这个前菜比别家都还要穷酸一点？无语。然后第二个前菜是用盒子装的，但是打开之后怎么还是3拼？为什么这个鳗鱼饭的前置步骤那么多啊？豆腐皮儿好吃，但是没什么味道。然后这个是日本人很爱吃的干明太子，是用盐腌的，非常的咸，不应该用来下饭的吗？然后是酱油章鱼头，吃起来更像酱油胶泥。接下来这个是我喜欢的鳗鱼茶碗蒸蛋，很烫，吃的时候小心一点。鳗鱼的那个香味已经渗透到了蛋里，而且我一直觉得鳗鱼的香味和鸡蛋很配。接下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海带黄瓜鳗鱼，它是一个凉菜，用烤过的蒲烧鳗配了下面的酸汤，酸酸冰冰的味道特别开胃。然后最后一个前菜是鳗鱼骨，我们见过很多次了，特别的好吃。这个我愿称它为荤薯条，就拿着手吃，嚼起来非常爽。然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待了我们的 C 位，他们家的主角鳗鱼饭，单点这个饭的话是9000日元。虽然这种老店确实好，但就是有点费钱。我们继续鳗鱼饭。鳗鱼饭的传统做法就是先烤后蒸，是为了让那个浓郁的酱汁渗透到鳗鱼的内部。你们看它微微上翘有点焦的那个肉，其实我觉得第一口建议和饭一块吃，因为它米饭里面也是那个酱汁，这才是最完整的口感。哇，你其实夹起来之后闻到的不是酱香，而是那个炭火的香味，因为鳗鱼的肉特别容易附着那个炭的味道。焦炭烤鳗鱼中间的部分就是要这种一筷子能够夹断，从肉到里面的刺儿都是软的，但是皮一定要是焦的。会放很多的哦，只有现杀的鳗鱼才能看到里面白花花的肉。接着中途来一口腌萝卜。据说先烤后蒸是为了锁住鳗鱼最原始的鲜味，所以才会有那种肉眼可见的鲜嫩程度。果然老店的黄肥鳝还是不一样，然后会上一碗鳗鱼干做的汤，烤过的鳗鱼干会让这个汤带上一种苦苦的茶香。最后是一牙哈密瓜，这东西在日本还不便宜。最后我们2个人一共吃了这么多，好像还有点贵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烧鸟，每一次我来吃烧鸟的时候，评论区都会有人说哇你好有钱啊，但其实日式烧鸟是在日本非常平民化的一种美食，因为古代的日本根本就没什么可吃的，猪啊牛啊羊啊这些老百姓根本吃不起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鸡特别便宜所以烧鸟这种文化就在日本兴起了，直到现在。今天我们来吃的这家店属实长路漫漫，我真的找了好久才找到。日本评分3.66，很优秀，但好像又没完全优秀啊。什么啊，又到了吃提灯的日子，咱们就说几经转折，终于在这片钢铁森林里面找到了它。到西西基汉有啊下の量です。3名で。嘛，废话说太多，我们开始吧。店里的氛围还是很装逼的。今天的第一口，它好像是一个寿司，但我不太确定。这一口下去，仿佛吃了一口在海里游泳的鸡，鲜还是很鲜的，毕竟有鱼子酱。我就在想，你们说古代人有吃过鱼子酱吗？咸中带一点点海的那个甜味儿。接下来是玉米浓汤，日本人特别喜欢在里面加芝士，然后是姜葱生鸡肉，搭配了一片美瞳，好怪哦。好了，在这些可以有但是没什么必要的菜之后，终于进入了今天的正题。第一个串鸡心管卷，好绕口。这个部位好像平时没怎么吃过，一口下去那个血管里面是滋滋冒油。或许你们吃过那个九转大肠，里面那个油的味道就和它很像。看这个油光发亮的表面，这个就是真实的诱惑。脆的内脏卷着软的内脏，口感特别丰富。接下来是我们最爱的蔬菜虽然我不喜欢吃，但大家还是多吃比较好。好像是我的错觉，他们家每一串的分量好像都比较斯文，不是我抠，是我吃到现在根本没什么感觉。里面粉嫩半熟的鸡胸肉看着就很软弹，发挥依旧很好，进嘴之后那种龟苓膏的吃感，再搭配一点芥末和生姜，你就会发现好的烧鸟店有个特点，就算是鸡胸肉都可以嚼出油水的。它上面那个芥末生姜其实还有点辣。哇，接下来是这个，大家去吃烧鸟店不来一串我都会伤心。他们家这个鸡脖子肉串得整整齐齐的，咬下去的时候肉一点都不松散，每咀嚼一下都能感受到它的弹性，但就是有点油，特别是我最近都吃的太油了，爆了很多痘痘。还好最近发现了这个样衣小陈笔，里面有20%高浓度，祛痘的同时还可以温和舒缓，因为它成分里面还含有牛蒡多糖，所以你涂在脸上不干不痒，而且乳液质地也不会很油，清爽好吸收。它是痘痘肌肤的家中常备款，使用方法巨简单，就是在有痘痘的地方
方点涂揉开就行，用之后再做好基础保湿就可以了，轻轻柔柔的就把痘痘给去了。好啦，继续吃菜。我一直都认为香菇适合拿来烤而不是拿来炖，因为它里面的汁水太多了。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水是什么。接下来的这串，我满脸的笑容就是对它最大的诚意。爆浆鸡肝，话不多说，现卤为敬。它的口感和溏心蛋是一个道理，就是流心鸡肝，外面那圈烤的比较熟的部分就很绵软，它包裹着里面还是比较深的鸡肝液体，就是吃这个串是不需要牙齿的，用嘴唇和舌头就可以把它弄碎，滑溜溜的在嘴里像是含了一个果冻，真甜。下一位家里甜虾，这个绿色的我就不吃了，上面是一点调了味的鱼子酱。鸡肉丸永远是烧鸟里面最能满足肉欲的一块，你们永远可以相信加了脆骨和紫苏叶的鸡肉丸，因为它吃起来口感非常丰富，细腻的肉泥搭配嘎吱嘎吱的脆骨，紫苏叶更是激发了整串丸子的香气。然后是快乐小鸡翅，今天它不应该在千里，它应该在盘里。鸡翅非常优秀，不愧是鸡翅上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鸡皮的油脂特别丰腴，但又不会腻，里面那个紧实的鸡肉和炸出来的完全不一样，谁能拒绝充满炭火气息的烤鸡翅啊？我想那股焦焦的炭香太爽了。猝不及防，主食上场。第一碗先是酱油拉面，先来口汤，汤底用的是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，它好吃是好吃吧，但就是很没劲儿。我觉得吃烧鸟最后一定要吃亲子冬才行，米饭才能满足你最后的猪瘾。再来一口每家店都有的解腻萝卜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统一把萝卜作为解腻的菜。最后再感叹一下，有了小成笔之后，又可以安心吃火锅烤肉了，只要有痘痘就涂一下它，轻松搞定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哎，对了，我的提灯呢？哇，你们看今天的这份薄切牛排，真的是完美实现了我对牛排的幻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生了一场重病，在家躺了5天，好不容易大病初愈啊，天气还这么好，咱们就特地挑了这个好日子开荤。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吃西餐了呀？然后我就去搜到了这家店，它是4大顶级牛排馆之一的美式老牌店，全世界总共好像11家，其中有3家就在日本，它也算是有80多年历史的老店了。那到了就是这个地方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6，他们家这种老美国的装修风格真的很强烈，然后菜单非常迷惑，有很多这种什么什么 cut， 它其实就是薄切跟厚切的意思。选好牛排之后就可以去吃它自助餐的部分，这个部分超级的快乐，因为这个算是开胃小菜嘛，所以我们就拿一点这个还有这个，但是这个就是自助餐的错误吃法，大家以我为戒，不要向我学习。看到这盘了吗？这才是正确吃法，绝对不亏。他家的肉丸子跟盐酥鸡腿是真的很好吃，给一波8分。还有芝士番茄跟三文鱼，我们这种杂食动物就是快乐，但是三文鱼还是算了吧，它就像鱼界里面的猪油，但真的好久没有像这般敞开过吃了，忍不住就想对比一下。吃了这种欧洲人餐点，你会觉得日本餐厅是多么的小气。趁着牛排还没有来，我又订上了一排精致的小蛋糕。它这个地方有慕斯、泡芙、马卡龙。那本子就是吃起头，好快咯。但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吃太多了，因为牛排马上要来了。他家上牛排的时候有个特点，就是桌前现切，大厨会拖的这种经典不锈钢餐车登场，有一种要大干一场的架势，但是下手却很轻手起刀落一份薄切牛排就上桌了。他们家牛排没有那种很花哨的摆盘，卖相属于朴实的那一挂，但它的配菜是真的实诚，钱包看到了都感到欣慰。5分熟的软硬是刚刚好的，温温热热，不仅嫩滑还挺多汁的。他用的虽然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和牛，但是每排的这种口感真的是相当的劲道，不愧是主打菜。牛排的3种配菜是可以选的，我强烈建议要选土豆泥，软糯又香甜，而且它有一种很浓的奶香味。你可以切一块牛排，然后放一坨土豆泥上去，那种细腻的奶香和嫩滑的牛肉在你嘴巴里面交织，4大顶级还是有道理的。这个真的是我吃过土豆泥里面最细腻的。这个菠菜碎也是一种奶奶的味道，但它搭配牛排吃起来会比较清爽。这家店的用餐时间只有100分钟，你就一边拍摄一边吃，吃的现在就跟在赛跑一样。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就得安排好时间。我真的好后悔刚才吃太多了，我们2个人吃到扶墙而出，而且他们家价格居然这么便宜，我们2个人才吃了1000块钱。总的来说性价比很高，超适合跟你的大胃王过来聚餐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不是，现在的法餐都这么便宜了吗？而且今天这家店看上去档次也没有很低啊。是不是现在的人都不怎么吃法餐了？感觉今天算是捡到了一个宝，因为主要是看到他们家的鹅肝饭特别的劲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啊，谢耳朵，叫做遅くなった。3時までなんですけど大丈夫ですか？啊，大丈夫です。还有1个多小时。感觉这家餐厅生意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已经预约了餐品，所以就直接上菜吧。第一个小菜是芝士条，可以就着吐司一块吃。然后第一个前菜应该是金枪鱼，就是那种法式酸酸的味道。然后是薯片土豆泥，可能这就是法国的亲子冬吧。三文鱼里面加的是咸芝士，吃一顿法餐可以胖10斤。但这道菜我今天非常推荐，奶油蘑菇汤，虾仁加上纯正浓郁的奶香，可以用脆脆的面包片，也可以用厚实的吐司，反正就是尽可能多的裹上汤汁。那一口下去味道太浓了，里面的小蘑菇直接挖着吃就很爽，我太爱这个味道了。然后第一个主菜是一整只大龙虾，师傅会把龙虾爪单独剔出来，镶在虾头的地方，爪子的肉就特别有嚼劲，烤的焦焦的有一点。龙虾尾里面也灌满了芝士，我这一叉子下去都在爆浆，而且吃这个完全不用剥壳，叉子一挑就能全扯出来，特别过瘾。
特别是这种表面焦黄，下面嫩嫩的龙虾尾，感觉这个虾肉都在嘴巴里弹。旁边这个是鸡蛋羹，上面的酱料像是番茄咖喱味儿。下一道主菜是鱼排，上面铺了2片大萝卜，而且下面还是萝卜，我还以为是我火龙果呢。不过这样吃鱼肉还意外的爽口，因为那个萝卜是红酒炖的，花样非常多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场大明星，他家的鹅肝饭，2块超大的鹅肝配上法国酱油，就这个饭光是鹅肝就很神仙了，而且下面的饭还是芝士加蟹黄酱的味道，好吃。这个有点像咸蛋黄焗饭的那种感觉，鹅肝也是一口咬下去会在嘴巴里爆油的那种，吃完它之后胖多少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觉得值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还是一道巨硬的菜，这真的硬过头了，鹅肝加牛排加土豆泥，这是什么养猪套餐？感觉他家的鹅肝跟不要钱一样，而且他这种鹅肝是慢慢煎的，就会把里面的油脂都耗出来，所以吃起来只有香醇没有油腻。我感觉血压已经上来了，吃个牛排压压惊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份冰淇淋蛋糕，他家就连甜品都这么扎实。这家店快带你们的男朋友来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太实惠了。卡玩意儿，我觉得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把我可爱到了，每道菜用的什么食材都还专门写给你看。在日本有很多这种寿喜烧的老店，真的是非常老的那种，藏得很隐秘就不说了，还很不好约，耍什么大牌啊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啊！日本这种贵到死的寿喜烧店都什么样子？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龍様、はい、お龍です。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どうぞ中。6度3分で大丈夫。はい、すき焼きは2回ですね。はい、今ご案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对，进这种店的第一步一般都是脱鞋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，把我们带上楼的、带进房间的，再是介绍菜单的，最后是帮我们烤肉的，是4个不同的姐姐，感觉莫名的高端。点菜的流程非常复杂，但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超贵跟巨贵2个选项。不过上菜之前提醒一个事儿，就是夏天到了，吃日料脱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尴尬。然后我就发现日本人很爱用这个小林制药的步履清除臭喷雾，像运动鞋、帆布鞋、合成皮革类的鞋都可以喷，它可以渗透到纤维内部，从根源上消除异味，比其他的除臭办法效率高很多。不仅能够很快消除异味，还可以抗菌防霉。但在换季不穿的鞋子里面，可以养护鞋子，时间长不穿也不会发霉，而且一瓶可以喷800次左右，性价比非常高。说回刚才的前菜，还好这家店的前菜只有1道，这道菜就叫水无月。这其实里面每一小坨都还挺精致的。这个是鸡蛋红豆糕，吃起来像那种微微泛甜的鸡蛋布丁，我喜欢。然后是一块不知道涂了什么酱的烤鱼，上面是芹菜的碎末，非常清奇的搭配。然后是一小颗牛肉，他们专门在牛肉的外面涂了一层牛肉末。接着是一些6月限定的蔬菜，然后上了2盘巨可爱的刺身拼盘，这颜值比味道还要好。鲷鱼、金枪鱼跟乌贼蘸酱油就可以吃了，但海胆还是要好好品味的。拼盘最上面是一坨和牛寿司，肉只有外面的一圈是熟的，吃起来巨嫩，特别美妙。然后是一份类似茄子煲的东西，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巨奶，就像加了奶油一样。里面的鱼肉还特别下饭，真好吃。烤的2条鲶鱼就还一般，不过刺儿都是挑走了的。然后又是一份特别可爱的菜，烤和牛，看看这个肉质，软的像夹了一坨雪花，一次吃2坨。巨软，不知为什么又想听莫文蔚的歌了。然后看到阿姨悄悄的把锅端了进来，我就知道我们要到最后的主菜了，一份寿喜烧，一份小火锅，这个也是阿姨全程帮我们弄，我们就不糟蹋了。吃之前还要介绍一下各个蔬菜的产地，然后2个套餐里面总共有6片和牛，其实已经很多了哈。然后都是6种不同的吃法，特有仪式感。第一片是蘸着生鸡蛋液吃，哇，这个生鸡蛋液可以把和牛脂肪的那个甘甜给衬托出来。然后是柠檬秋葵味儿，又是奇怪的组合呢。火锅涮的就完全不同，缠绕着这种蔬菜的清香。然后这种高级餐厅的甜品你们都懂的，肯定会是什么昂贵的水果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哇，这个真的有点恶心。日本人在追求食材新鲜的这条路上面是越走越远，感觉他们吃什么都要吃活的，他们才觉得新鲜，是不是有点太扭曲了？还有待会儿我要自己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就非常的有日本特色了，它招牌上就写了高级活鱼料理6个字，顾客围着几个大水池坐着，食材们就在中间看着，感觉非常抱歉。店里今天有哪些菜是直接挂在了房梁上，简单直接到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菜。第一个小前菜就很迷，是一份果冻加的像蕨菜一样的东西，口感巨怪。第2盘就上了河豚刺身，这个一看就不是 Yuki 家，它不可能就这么小一盘，不过还好味道非常的鲜。河豚刺身真的是永远的神。刺身终于来了，好像除了金枪鱼，别的都是活鱼身上的肉。然后发了2个盘子给我们，这个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这种肉吃起来特别的软糯，跟冷冻的鱼肉比起来差太多了。鲷鱼跟三文鱼蘸酱油就很好吃，但这种新鲜的青花鱼还是要跟紫苏叶一块吃才行。接着就是今天最恐怖的一道菜，它的名字就叫活乌贼，就是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动。旁边放的是一块扇贝肉和一块翅贝。看到这2个贝类，我就想起我最近买的 River 一辈子礼盒，这次的礼盒设计就是贝壳主题，图案源自米开朗基罗的名画《创世纪》。这个小卡片很浪漫，还可以当书签。这次的时刻预报都是全新的贝壳造型，寓意是人生也要像贝壳一样坚毅，像珍珠一样华丽。里面每颗仍然添加了多种精油，丢到水里很快就会溶开，香味儿也出来了。泡完一个瞬间满足，送礼或者自用都挺适合。夏天大家都爱吃冷食和冷饮，多泡泡脚帮助排汗，身体会更好。继续刚才的乌贼，因为它才被端上来，所以你夹起来的时候还在拉丝，吃起来很软糯，但是又有一点像胶泥，不过还好味道不错。然后旁边这个翅贝我非常喜欢，嚼起来像是在嚼海带，莫名的爽口。然后这里的鲍鱼会当着你的面煮熟，然后切好之后再端上来，表面上会用喷枪烤一下，吃起来会更香。旁边那个是鲍鱼干，那个巨
好吃，鲍鱼果然怎么弄都好吃。然后终于来了一道正常一点的菜，大猪排，我好感动哦。就是吃了那么多海鲜之后，突然有一个带油香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，这就是沙漠里的绿洲，然后就是炸河豚，这个炸的中规中矩嘛。最后一道主菜就是黑毛和牛锅，感觉就是弥补了我今天吃过的生鱼。和牛煮出来就是特别的肥美，因为它的脂肪是甜的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抹茶椰果冻，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鲷鱼烧配抹茶冰淇淋。这样一顿下来，其实就是什么都吃到了，还挺满足的。其实如果你吃不惯生的，也可以直接让服务员帮你做成熟的，就像这种天妇罗。但是偶尔也可以尝试一下生的，对吧？有些是真的还可以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鳗鱼这种东西还是且吃且珍惜吧，毕竟正宗的日本鳗鱼店是越来越少了，能在东京发掘到这样的老店还是算我幸运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，我现在好饿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今天这个也是一家老店，在浅草。在日本像这种比较正宗一点的鳗鱼店，一般都有很久的历史，看店里的装修和服务员的年龄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菜单全是用毛笔写的画的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读起来太吃力了。啊，いいです。今天的第一个前菜是烤鳗鱼干，大部分的鳗鱼店都会有这个菜，因为鳗鱼干有一种独特的苦涩的香味，苦香的还挺特别。然后这一碗是葱拌鳗鱼内脏，就不只是干了，感觉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卤味儿，只不过这是甜口的。然后今天的主菜来了，白烤鳗鱼茶泡饭，它这个还不是蒲烧鳗鱼，它家是在白味烤了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了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做法非常日本，就是那种清新甘甜的味道。然后之前有人问我日本鳗里有没有刺儿，虽然说它没什么大刺儿，但它还是有一些很容易塞牙缝的小刺儿，所以吃完鳗鱼之后刷牙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安利的就是欧乐 B 的升洁小白刷，小圆头设计能包裹牙齿，连牙龈线都能清洁干净，只需要移动到一颗颗牙齿上就能深入清洁。圆头软膜刷很柔和，而且还不扎牙龈，还有环形智能控压灯，用力太大会亮红灯提醒，并且自动降速，4种模式可以选择，而且颜值还很高。好，说回刚才的鳗鱼饭，日本这种鳗鱼饭都有3种吃法，第一种就是直接吃，第二种就是茶泡饭，我最喜欢的一种，这个茶是有点接近抹茶的感觉，茶香味特别浓，然后米饭刚好能够冲淡茶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鳗鱼的炭火香味，这个味道特别的高级。鳗鱼还是要白烤才好吃。然后这份是传统的鳗鱼冬，最小份都是一匹，就是一根完整的鳗鱼，然后切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它那个最大份的是有几条鳗鱼，但因为这个是照烧酱，虽然它闻起来很香，吃第一口也很爽，但吃到后面还是会腻，所以我们就追加了一份金枪鱼寿喜锅。金枪鱼就是那种不管你怎么做都很好吃的鱼，我们点了一整盘，都够吃2锅了。它煮好之后的那个肉质仍然很嫩，咬下去还是有劲道的。哦，好嫩啊！再来一个香菇，已经吸满了汤汁，鱼肉的味道已经浸到里面了。果然嫩的鱼肉吃起来都像鸡肉一样，再加上这个咸到刚好的汤汁，再就这一碗芥末茶泡饭，你就会领略到日料的快乐。最后不要忘了用一个豆腐收尾，感觉自己还很健康。这种鱼汤豆腐是最好吃的。这家店吃完之后嘴巴里可能会有点腥味儿，回家可以再用一下欧乐 B 救急小白瓶漱口水，这个对上火长泡很友好，温和不刺激，味道还很清新。好啦，今天这顿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大满足，卡玩意儿。今天终于吃到一家可以给10分的店铺了，能把关东煮做到这种程度真的太少见了。我这次是真的不会再去吃便利店的关东煮了，那个真的太假了。这家店是藏在浅草的一个巷子里，虽然说是藏，但这个装修还是很高调的，感觉已经听到了金钱消失的声音。进门还有个地方专门是锁伞的，非常浮夸。来，走吧。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。もちろんです。はい。虽然说只是来吃一个关东煮，但这个店把我整得像个明星一样，非常好。他家是有菜单的，但其实你可以看到锅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我们把锅里的每一样都点了一份，我坐在这个地方都能闻到汤的香味。不过先上了2份小的关东煮，就是用他那个神汤煮的锅，一份豆腐牛筋锅，一份番茄牛肉锅。小番茄的清香已经和肉汁混合在了一起，温暖的组合。哇，豆腐锅也差不多煮开了。不过想起之前有人问我牙齿为什么这么白净，所以今天就安利一个日本国民品牌的酵素牙膏，它在日本很常见，里面添加的 Dex Pro 高活酵素可以很快分解牙齿上的顽固牙渍，还原牙齿本来的白色。坚持使用还能扫出那些陈年牙垢，泡沫绵密，口味也很好闻。平时就没有好好刷牙的人，就非常需要这样一支能够有效清洁的牙膏了。像我这种很少去医院洗牙的人，牙膏还得是全民认可的品牌才放心。说回刚才的豆腐锅，它是那种已经煮软的牛筋，然后店员会帮你配一个生蛋黄，可以用来蘸，也可以用来煮。我们今天就煮吧，不浪费每一滴蛋黄，毕竟这样煮出来的汤会更鲜美。豆腐上面再盛一点蛋花，真的绝了，姐妹们。然后接下来这个菜真的是我这几个月以来的全场最佳，它叫奶香牛舌，旁边会配一个小面包用来蘸汤吃。这个汤是用关东煮的汤和奶油一块煮的，然后牛舌刚好煮到马上就要烂掉的那个临界点，入口还化不了，但是你的舌头轻轻一用力，它就摊开了，哇，太美妙了。然后这个单品是这家店最贵的一道菜，我们点了3份，非常值。然后终于到我们的关东煮了，师傅在盛好汤之后会递给你2个带黄芥末的专用盘子，这个还只是我们的第1盘关东煮。哇，这全是我的孩子们呀。现在尝尝这个麸，它是小麦粉做的，口感很细腻，也特别的软。接下来这个是福袋，外面是一层豆腐，但里面是什么还真不知道。这个里面是一坨鸡肉跟粉条。
不愧是老汤，特别的浓郁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鱼糕，里面有那种脆脆的小颗粒，问了一下师傅才知道是鱼的提取物。然后是鹌鹑蛋，这个蘸一点黄芥末是真的好吃。终于到一个荤的了，这个里面包的是一整个烧麦，然后是一只完整的小章鱼，还有一点可爱。然后跟你们隆重介绍这个鱼丸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鱼丸，直接用鱼肉捏成的团子，口感很 Q 弹，鱼肉的味道还特别浓，来口粉条冲淡一下那个味儿。然后最后的晚安还是由我们的大根来结束哈。那个汤汁真的是在往外喷的，不愧是关东煮之神，真正的入口即化。好了，这家店肯定是给10分了，来日本旅游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，而且还不贵。晚安，卡玩意儿。我操！今天这家店真的太实诚了，掐指一算又有3天没吃饭了，特别给力。今天去看一家开在温泉里面的围炉里餐厅。就是日本有很多这种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料理，有些店是真的藏得很深。今天这家店就藏在日本的箱根温泉乡，他家本来是想靠温泉出名的，结果没想到他家的料理反而火了，非常奇葩。不过今天我们在吃饭之前还是要泡个温泉，而且还要把每个池子都泡一遍，这样吃饭才会更香。哎，我说的。而且像这种森林温泉泡完之后身上都特别的软，感觉我现在可以吃下5只 Yuki 酱，非常贪婪。来点菜吧。40分ぐらいかかる。いいですか？お出しあって。はい。第一个前菜是一种鲶鱼，撒一点玫瑰盐特别上头，味道是一点微苦涩的茶香。对了，等菜的时候想起之前有人问我，日本很多餐厅是不是要换鞋啊？不会有异味吗？其实因为日本人很在乎这一点，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的角落都能看到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小林制药的无香空间。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常见，我自己家里也放了3个，因为特别省事儿，放一个可以管3到4个月。鞋柜如果有异味的话，基本上第2天就没味了，而且它还不含香精，所以也很适合对香味敏感的人。然后说回围炉里，第2个菜是一个刺身，这个金枪鱼厚的跟果冻一样，蘸一点芥末不会那么腻，还配了一个经典爽口小凉菜。然后今天进入主菜特别的快，扇贝记得在烤熟之前加一点柠檬才会入味儿，一口还有点塞不下。但这个千叶台其实是我里面最喜欢的，虽然它其实就是烤千叶豆腐，但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它需要把那个秘制的肉酱涂在豆腐上面，就是咸甜口味的味增泥，涂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好吃。然后之后就是这个盐烤不知道什么鱼，只知道是一种刺儿比较少的淡水鱼。你不要看它个头很小，其实里面肉还是有点多的，肉质还有点像秋刀鱼。然后是一道非常硬的菜，和牛串烧啊，看到小洋葱我就放心了。这种小洋葱没有很强烈的葱的味道，而是非常甘甜的那种感觉，特别配和牛。然后是烤山地鸡，这2串我感觉我可以吃到明年。3家店的分量都特别给力。山地鸡其实就是日本的土鸡，还不如阿鸡呢。然后又上了3坨牛肉、猪肉和鸡肉，说是给之后的主食当配菜啊。我刚才吃的那个都不是主菜吗？总之这家店的分量真的是特别的多，不愧是乡下的餐厅。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，而且重点是它还巨便宜。最后的甜品还很有意思。好啦，阿鸡推荐指数8.5分，10成的温泉餐厅，卡玩意儿。今天这家店光看他们上菜的方式，我就知道我来错地方了。这种菜品不写价格的店都有点恐怖。今天我们要去探一家巨牛逼的餐厅。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夸张的说这家餐厅很牛逼呢？因为好像去过这家餐厅的人都还比较牛逼啊。这前首相前前总统来过的店。すみません。哎，こんばんは。这是一家炉端烧餐厅，是在东京很出名的一家老店，食材基本上来自于全国各地11个最出名的地方。叫炉端烧是因为大家都是围在一个炉子周围做的，师傅们就坐在炉子边给顾客料理，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。菜品的话就是看中什么点什么。第一个前菜好像是那个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，不过吃进去之后发现应该是煮的金木雕，紫苏叶配着一块很大的鱼肉。然后是一份盐烤香菇，就香菇本来就很香了，再加上焙肠炭，那个香味就变得更加明显。第3个菜是2个很大的竹节虾，师傅会帮你把虾尾和虾头分开，会把那个虾腿推留着，这个虾腿真的巨脆，就跟刚出锅的薯条一样。然后终于到了我最爱的菜，哎，挤上一点柠檬更清爽，最喜欢的青椒。然后是今天的石烧北极贝，壳里面满满的一大块肉，感觉这一个贝就塞满了整个嘴巴，大满足。然后这个菜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烤豆腐或者是什么假肉之类的，结果里面塞的全是蟹肉泥跟虾肉泥，搭配着生姜一块吃，非常闷骚。这片烤平菇就显得格外的寂寥，一口全干了。最后再来一串烧鸟串，就准备进入我们的主菜环节了。这个葱还挺甜的。第一个主菜是厚切牛舌，我的爱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外面烤的焦焦的，里面带一点血的那个状态，就是牛舌最好吃的状态。自己烤就很难烤成这个样子。
我去报个烧烤班好了。然后是一个和牛串加一个小洋葱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和牛，就跟不能没有莫文蔚的歌一样。蘸了刚才那个酱料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一点新鲜的山葵，山葵是一点都不辣的哈。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盐烤金棘鱼。这个是在日本很珍贵的一种深海鱼，因为深海鱼嘛脂肪很多，所以烤出来那个味道就很香，就是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表皮烤的已经很焦脆了，但里面的肉还是保持着一个很多汁水的状态。对了，师傅是可以帮你把鱼刺挑走的。我真的太需要这种服务了，体验感大增，特别过瘾。最后的甜品又是我们熟悉的哈密瓜，这是高档餐厅的必备吗？可能这些人并不知道哈密瓜在我们那儿有多便宜吧，不过水确实挺多，金钱的味道。这家餐厅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，吃完饭之后还有个额外项目，就是举重。如果你能单手用这个杆子举起4个碟子，今天这单直接给你免了。然而并不可能举得起来，该给还是要给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气氛特别好，菜品也不错。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真贵呀！卡玩意儿，今天直接被震惊。Yuki 讲，你这个是还活着的意思吗？今天去的这家河豚店是不是有点新鲜过头了？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东京银座最近有家河豚店口碑非常的爆炸，这只应该就是我们前天预定的 Yuki 酱，只是没想到 Yuki 酱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而且你为什么这么忧郁啊？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我们本来是想预定包间的，但后来为了更清楚的看到 Yuki 酱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吧台。然后因为已经预定了套餐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用看菜单了。桌上有写一些河豚奇怪的吃法，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前菜，河豚鱼皮。河豚皮应该是河豚身上最 Q 弹的一个地方，红色的那个东西叫做红叶，甜辣味道的胡萝卜丝儿，这道菜吃起来就像在嗦面一样。但河豚皮和那个恰到好处的酱汁真的是神仙搭配。第二个菜是一道大前菜，河豚刺身。虽然说它是前菜，但它一直是我在河豚料理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吃才能感受到 Yuki 酱的味道。吃法的话还是老吃法比较像啊，不过你不按这样吃的话也没关系啊。用河豚肉卷一点鱼皮，再把葱和红叶卷进来，柠檬的话可以挤也可以不挤，我是喜欢来一点点，最后再蘸一丢丢这个臭橙醋，这个醋也是这道菜的精华，它的味道刚好可以衬托出河豚肉的鲜美，蘸太多的话就会盖住它。日料中的一股清流，特别好。第三个菜叫盐烤白子，白子你们懂了吧？就是河豚装那个的地方，挤上一点柠檬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这个味道，就是烤胆固醇的味道，里面的东西像豆腐一样，吃香的但也很稠。然后还有一道姊妹菜叫天妇罗白子，这个我觉得最好是撒一点点盐，吃起来真的是炸鲜奶本奶了，口感几乎一模一样。不过它就是咸口的炸鲜奶。下一道菜是油炸 Yuki， 这个我觉得直接啃就行了，切下来的肉还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有点过瘾，吃个刺身轻轻油腻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菜了，河豚小火锅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肉不拿来做刺身啊？总之把肉和菜全部丢进去就可以了。不过河豚肉不能煮太久，因为那个肉很容易就煮没味儿了。但不得不说那个味道是真的巨鲜，就是这样煮出来的河豚，就算你不去蘸那个酱料，也会有一股淡淡的柚子味，就贼高级那个味道。这口就是刚才还在跳动的 Yuki 酱。不管肉里还是锅里都是没什么油的，就是2个字鲜嫩，特别好吃。然后就连蔬菜都会染上河豚那个味道，所以最后煮出来的那锅汤也是精华。用它最后直接煮了一锅小米粥，服务员还会给你发这种海苔，用它卷着饭吃也是神仙味道。哇，真的谢谢你 Yuki 酱，给我带来了这么美好的体验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夹心冰淇淋。就整体下来还是感觉特别的满足，因为菜品实在是太多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越贵的一餐越容易把人吃睡着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就非常的催眠，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，更多的是服务员每次上菜都会给你讲解半天。我是来吃饭的哥哥。全菜上完了吗？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啊！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3人で。这种餐厅一般是先在网上预约好的餐品之后再过来，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。我点的这个是红茶哈，不要误会。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叫绿色心情好了，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菠菜泥，非常的无语。一勺菜，我只能说液体蔬菜，快乐崇拜。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，它是北海道鹿肉汤，特别的鲜的。第二个菜是牛舌，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肝酱和山药，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，就是吃起来不腻，还比较爽口。基本上是生的，这个菜牛逼。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，上了2个面包，很硬很干，像我前段时间的脸一样。不过还好今天姐妹给我推荐了新的急救面膜，就是施翠娜的积雪草系列，这个是日本专门为敏感肌设计的一个系列，里面添加了3种复合积雪草，可以修复受损肌，镇静肌肤。主要是它这个纳米型的生物薄膜我特别爱，它能够锁住很多精华，而且我刚才发现这个品牌在国内好像也很火，特别的服帖，这个就像是果冻敷在脸上一样。其实他们家蟹黄膏也不错，给他看一下这种鞋垫，
蟹砖糕里面也是添加了很多积雪草成分，对敏感肌很友好。好的，说回下一道菜，它是一块金木雕，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，也不是煎的，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，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，表面又是很脆的。上面那层皮就跟 A4 纸一样薄。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，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。上面是鸡蛋泡沫，黄色的是咸奶油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鹅肝，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，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哦。但是又有奶油鹅肝的香味儿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。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肝。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，上面是一些干野菜。虽然说这个是意餐，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西瓜面，感觉有被糊弄到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第二道主菜是一条鲶鱼，就6月份吃鲶鱼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。鱼的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，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，鱼身非常的软，有一种苦涩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高级的。最后的这道主菜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，北海道农场的鹿排，因为他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儿，所以它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，特别装逼。3分熟，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，但是味道是那种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儿，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红酒的味儿。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泥梅子酱，特别喜欢这道菜。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，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。最后一道甜品我们就叫它红色心情吧，上面是一层红酒果冻，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厘子，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。总的来说今天吃了很多菜，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